没想到你会坏我的大事。这算什么大事啊？不让主上知道不就行了吗？你不明白，我为了在主上面前跟你邀功，我早就把事情通报了神宫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弄得一塌糊涂。云天之巅向来耳目众多，消息灵通，恐怕现在主上已经派人来办惩恶令了。我什么我？你就等着受死吧！我要受死不要紧，可是你呢？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还有时间管我？你还不快走！糟糕，神宫的人来了！你快走吧，快走啊！你们是不是带来了主上的惩恶令？紫云舵主叶南飞呢？让他出来。他不在这里，我已将他重重的惩处，剩下的责罚由我来承受。妙风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和叶南飞不是已经把6大门派的人抓住了吗？怎么人跑了不说，还把紫云分舵给毁了？一切都是我的失策。妙风甘愿受主上的惩罚。不行啊！你不知道，主上让我们带来的是阴阳生死符。所以必须要找出败事者，予以重罚。有过必罚，理应如此。你们动手吧。不行，阴阳生死符毒性有72种变化，发作时如阳火寒冰同时攻心，生不如死啊！冷月，我们不能让妙风受这样的苦啊！你快想想法子吧。姐妹多年情谊，我又于心何忍？可是主上向来执法严厉，岂容宽纵啊？罚当然是要罚，但是不能罚在妙风的身上啊！我听幸存的人说，是叶南飞不听妙风的号令，6大门派才被人救走的。咱们不如这样，把罪都怪到紫云舵主叶南飞的身上，如此，主上就不会怪罪妙风了。不，一切都是我筹划失误，其余的人只是听命于我。明月心不想连累其他人。妙风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阴阳生死符只有1枚，我可以只重在叶南飞身上。如果让主上知道你们袒护我，会连累你们的。你们执法吧。妙风使准备受罚。妙风，我没事，我撑得住。你现在当然是没事了，等一下阴阳生死符发作的时候，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是最难熬的。我知道，你们不忍心看着我受难，趁毒性还没有发作，你们快走。我这里有1颗冰心定魂丹，是上次立了大功，主上特地赏赐的，你赶快拿回去服下。生死符发作时，它能减轻你的痛苦。只是，我只有这么1颗，之后要靠你自己熬过去了。谢谢。妙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拿到生死符的解药。你千万要熬过去啊！我会的。别多说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我们走了。你受苦了。你快走吧。我怎么能现在离开你呢？你的阴阳生死符就要发作了。就是因为快发作了，你才要走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狼狈的样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！刚才冷月使不是留给你1颗冰心定魂丹吗？你为什么不服下呀？那颗药是我留给你，下次发作的时候用的。你这又何苦如此呢？你
他伤的重不重啊？你疗伤疗完了，就这样？他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哦。对了，周姑娘，你也一天一宿没歇息了，快去歇着吧。啊，我不累，我要留下来照顾傅大哥，一定要等他醒过来。周姑娘，这里是老夫的房间，你一个女子在这里，多有不便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这一点。你去休息吧，红雪如果醒过来，我会叫人去叫你的。去吧。如果他醒了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，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会的。这个周婷太烦人了。孩子，你对关心你的人一向都这么残忍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关心你的人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一受伤，那些爱你、关心你的人，个个都心如刀割呀。没想到却换来你的冷言冷语。你这样做，他们有多伤心呢？我没要求他们对我好，他们要伤心难过，是他们自讨苦吃。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刚才费了内力帮我运功疗伤，血不经心，引起你3刀6眼的旧伤。你现在不能动怒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，关心爱护你的人，都是自讨苦吃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你，是我不好。我应该从小把你放在我的身边，爱护你，关心你，让你知道这人世间还有爱，教你怎么样对人好。我没有替你爹报仇，也没有教好你，你才会这么冷酷无情。这都是我的错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不，我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冷酷无情。我不信，你到现在连句叔叔都不肯叫我。我知道，在你的眼里，我只是一个放了手足大仇不报的懦夫。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敢对别人好，是因为我害怕失去，我害怕我一心软，就无法替我父亲报仇。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去学习怎么冷酷无情，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你们。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可怜的孩子，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受这样的苦。难道这20多年来，你过的都是这样没有冷暖的日子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叔叔，向叔叔。其实早在你第一次救我，我就认定了，我早就认定你是我的亲人。你不要再自责了，一切都是侄儿不好，是侄儿的错。怪侄儿，叔叔没有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叔叔等你这句话等了20几年了。叔叔今天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你别担心，别难过，叔叔这点伤不算什么。
向叔叔，你说过这个药是疗伤圣药，你现在马上服下。啊，你的伤比我重，你吃吧。我毕竟年轻，伤好得快，我替你倒水去。啊，这个药只有1颗，我若吃了，你爹留下的遗物又少了一件。说的也是。这样吧，既然你也不吃，叔叔给你留着。这怎么，舍不得？不是，这药放在侄儿这里，和放在叔叔那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这是家母思念父亲之心，历年不减。我想将这药留给母亲。难得你这么有孝心，你留着吧。这是什么？灭绝十字刀谱。灭绝十字刀谱。侄儿最后一层刀法尚未练成，所以才打不赢鬼面人。日后还请叔叔多加指点，祝侄儿手刃杀父仇人。你放心，叔叔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帮你练全刀法，割下杀父仇人的头，祭你爹的坟。第8层，破剑式。孩子，以你的年纪，能够把灭绝十字刀练得这么凌厉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只是你刚才最后那几招，应该是意快刀慢。来，跟叔叔练一次。傅大哥终于与相盟主化解心结，由相盟主主持大局，又尽心指点他的武功，傅大哥的复仇应该很快就可以报了。想不到这侠客山庄这么大，逛都逛不完。不过比起我们孔雀山庄还差了一点点。你想家了？我是想家啊，但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天下4处都是家。叶开，灵儿，婷姐姐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猜猜看。这有什么难猜的？还不是傅红雪的伤势全好了？啊，这次你可猜对了一半。一半？那另一半是什么？另外一半啊，另外一半就是傅大哥跟相盟主化解了多年的心结呢。还有啊，他拿出了灭绝十字刀谱，向相盟主请教，2个人还切磋呢。啊，照这样算的话，傅大哥的复仇之日指日可待了。什么？你说，他拿出灭绝十字刀谱，向向一天请教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叶大哥，你第9层，刀锋破掌。孩子，刚才我那招剑龙在天，如果你爹在世的话，定回刀以狂风断翼这招来破解。以你的机警，不应该输在这招上。侄儿从小练灭绝十字刀，没有看过这个狂风断翼。不可能啊！这招是破掌法，你爹当年力抗华山2仪神掌就是用的这招。对了，
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你的刀谱？好。叶开，你父亲留给你的刀谱，这样随便给别人看，对得起你过世的父亲吗？刀谱是我的，我想给谁看就给谁看，谁都不准看。谁要看，我杀谁！小兄弟啊，我是杨大侠的义弟，红雪的叔叔，我都不能看吗？莫非你是想跟我动手？动手就动手，谁怕谁啊？叶开，你想无理取闹吗？今天这事非同小可，我管定了。你要抢我刀谱？反正你都看熟了，我先替你保管一下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但朋友也得有点分寸吧。今天就是见你做事太没分寸，所以我要管一管。这刀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再说，别人不可以看，你为什么可以看？我没有要看，但我怕有人居心叵测，想偷学灭绝十字刀，甚至破解灭绝十字刀。小兄弟，你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，对吗？向盟主，你只要不看刀谱，这话自然说不到你头上。但你若还是执意要看，那就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叶开，向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傅红雪，江湖道上无可信之人。红雪，叶开说的不错，是我疏忽。毕竟现在江湖上觊觎着刀谱的人很多，我应该避嫌才是。向叔叔，哎，所谓忠言逆耳，我看得出，叶开对你是重情重义。你有这么好的朋友，叔叔也替你开心。向叔叔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哎，岂会介意？那样我不是是非不明、黑白不分吗？是啊，所谓三人成虎，人言可畏。向叔叔，什么都别说了。不过我可以确定，你这个刀谱并不周全。刀谱不全？是。而且，你没有练到的全是最后一层的杀招，那可是你爹的武学精华之处啊！不可能啊！母亲传给我的刀谱就是如此。你母亲真的把整套刀谱给你了吗？并且你爹的武功并非如此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称霸武林呢？母亲不可能对我隐瞒。那这最后一层刀法究竟是？傅红雪不会那么轻易相信别人，但他居然在向应天面前把灭绝十字刀谱拿了出来。叶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认识你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是嘻嘻哈哈的，而且都能从容面对。和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都有你替我顶着。可是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只要遇到傅红雪的事，你的情绪就无法控制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她啊？这其中另有原因，可现在不能说。等到有一天能说了，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。我不在乎那个原因是什么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快乐，像你外表给人的感觉一样，那样潇洒自在。可我的潇洒自在，是傅红雪换来的，我就是个窃取她幸福的小偷。叶大哥，哦，没事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有一个人的话，他不得不听。这个人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我问你，少主复仇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听说少主最近救了6大门派，成了他们的大恩人。在公主的调教下，少主为我们无间地狱挣足了面子。那有什么用啊？放着复仇的正经事不干，跟那些无聊的人争强斗勇。我含辛茹苦地把他给养大，难道是为了让他自己在武林耀武扬威吗？他最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学好他父亲留下的武功，杀了仇人，替他父亲报仇。公主放心，少主自幼听话，从来不敢有半分违背公主的。只怕这次傅红雪没那么听话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为你的儿子来的。你这么快就走了？花我已经带到了，还留着干嘛？你最近好像瘦了，要不要让你兵？不用，把你的心思花在你儿子身上吧，他才是最需要你关心的人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你一直都这么恨我是不是？我有什么资格恨你？是你说的，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是个外人。凯尔，我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。你说对了，我是在恨你。师父教我去爱世上每一个人，所以我这辈子没恨过人。但今天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确实一直恨着你。我恨你！凯尔！交出灭绝十字刀刀谱！你休想！母亲，你没事吧？你回来跟鬼面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孩儿不懂。都是为了灭绝十字刀谱。母亲，不要叫我！孩儿知错了，请母亲原谅。你如今可是大名鼎鼎，又是6大门派的救命恩人，你会有错？你有错？我问你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孩儿回来，只是想询问母亲，灭绝十字刀谱是否并不周全？为什么你会说刀谱不周全？刀谱似乎丢失了最后一章。向叔叔他说，向应天，向应天，你宁可相信他，你也不相信你的母亲，你敢怀疑你的母亲？孩儿不敢。孩儿只是想和母亲商议，父亲遗留下来的刀谱是否可能另藏他处。孩儿不敢怀疑母亲。哼，如今你复仇的心已被腐蚀。好，我就如你的愿，让你落得轻松。从今以后，你跟无间地狱没有关系，你再也不是杨长风的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的儿子。母亲，孩儿知错了，母亲可以重重责罚我，但不能不认儿子呀。滚！
就算母亲重罚，我也不会走的。你不要跟我走，母亲，我不会走的，母亲，我不会走的，你不要跟我走。你不走，我就打到你走。我不走，走，你走。住手！你不要再打他了。叶开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走开。请母亲责罚。你养他20几年，你是他娘，是他娘啊！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残忍，这么狠心？你走开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。好，你打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受的。人家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你却比恶虎还毒3分。没想到魔教公主不但是使毒的高手，连她的内心都奇毒无比。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去，跟我母亲道歉。笨蛋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母亲，她……叶开，她这样狠心对待自己儿子，她不配做你母亲。她只不过是一个被仇恨冲昏头的魔鬼。你住口！下不了手了，是吧？因为在你内心，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。只要是人，就不可能没有感情，不可能没有朋友。傅红雪，你是人，你是个人呐！你母亲要你从小去行绝爱，这根本就是违背人性。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人看过。傅红雪，你没必要折磨自己。我劝你，不如像我一样，把自己当成一出生就无爹无娘的孤儿，无拘无束，来去自如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反正啊，没爹没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况且那个花白凤，根本就是个没有人性的恶魔。叶大侠，你以为你天资聪颖，懂爱、懂情、懂人情世故是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任性去爱的话，谁愿意当一个感情封闭的人？可是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就是一个……对，她是。可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因为她真心爱过。她原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魔教公主，但正邪不两立，为了我父亲，她弃暗投明。她舍弃的不只是她高高在上的位置，她背弃了父兄，冒着被魔教追杀的危险，只是想和我父亲共同体会这人世间的至情至爱。他和我父亲一生追求真情和真意，以为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，没想到到头来却被父亲身边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盟友背叛。天地不仁，情义何在？这世间伤得如此之深。你说一个女子为了报仇，尝了多少苦头？你能叫她不恨，能叫她不怨吗？
他什么人都可以恨，也什么人都可以怨，但他不能对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。他是因为太爱我父亲，太爱我，所以才不得不如此严格的教训我。但不管他对我如何，我相信他这样对我，他一定比我还难过。他这样对你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他没把你当儿子看过，他对你根本就没有爱。叶大侠，你开口是爱，闭口也是爱。你当真以为你能圆融通透，能普渡人间吗？什么？你能开心度日，只不过你比我幸运。你拜了一个好师傅，学了一身好武艺。你一生风平浪静，一生活在关爱之中，你不会知道，在泥沼荆棘里滚过来的人内心会有多痛苦。等你跟我，和我母亲一样，阵痛到极点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今天这份天真的言语是有多可笑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再敢对我母亲不敬，结果只有一个，死。你都看到了吧？你能不能活过来？你是武林的神话，是人所敬仰的大英雄。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妻儿，一辈子痛苦挣扎。他说我的人生风平浪静，他哪知道我的内心其实是暗潮汹涌。他说我充满幸运，天晓得，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来换取他的痛苦和不安。我真的幸运吗？我拜了名师，一生在关爱中长大，但那又如何？我所有的快乐都是假的，我只想承担一切，让他取回属于他的人生，让他去做开开心心的叶开。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傅红雪。可我到底该怎么做？爹。是我连累了你。别这么说，我不是还好好的吗？
你为我中了阴阳生死符的毒，那种痛苦，我也经历过。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心疼，我宁愿你把阴阳生死符的毒转移到我的身上。你是希望你自己死得更快些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当务之急是赶紧要到解药。要解药也是我去要，能解我的毒，自然就能解你的毒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一定有办法获得次要的机会。我们本来有机会拿到解药，就是因为你一直犹豫不决，不肯杀了傅红雪。主上是想借着你跟傅红雪竞争，并不是真的要你杀了她。难道你忘了，傅红雪也是主上看中的人选之一？如果哪天傅红雪真的成为了云天之巅的主人，岂是你能轻易得罪的？就是为了将来不能屈于他之下，我们现在才一定要铲除他。不能再改变主意了，答应我，答应我吧！啊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大胆奴才！妙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燕南飞要你答应什么？这次失败，他是怕我要惩罚他，所以来请我原谅。你还有脸在这求情？若不是妙风使替你揽下过错，扛起所有的责任，你还有命在这里吗？你有这样的主子，算你运气。燕南飞，你是什么地位？明月楼是你轻易能来的吗？妙风，你与陛下也太宽纵了，难怪会一再出事。姐姐教训的是，我们姐妹还有事相商，你先退下吧。属下告退。不知道两位姐姐找我有什么事？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主上答应下一道命令，只要你能完成，便可赐予你阴阳生死符的解药。肯定是两位姐姐替妹妹求情了。妙风在此谢过了。姐妹一场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们姐妹自小一起长大，如果当初红花没有叛教离开云天之巅，我们姐妹一起驰骋江湖，那该多好啊！红花使叛出云天之巅，罪大恶极，将来击回神宫，须受火焚之刑，你就不用幻想了。咱们还要回去复旨呢。我把这事都给忘了。主上下一道指令，只要你除去一个人，便可赐予你阴阳生死符的解药。那主上想让我除去的人是谁？就是白云仙子，华白云。华白云。可是华白云并没有得罪过云天之巅，为什么主上既已下令，岂容多问？你就只管杀人拿药，干净利落。妙风，你是我们姐妹中悟性最高、武功最强的，但这白云仙子曾经是峨眉派的弟子，来历不凡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好，我明白了。Thank you.